嗨，大家好，今天跟着我一起来云旅游吧。现在呢，我正在去摘菌子，就是摘蘑菇的路上。哇，好多羊啊，白羊、黑羊。不好意思，作为一个广东人，我看见他们觉得第一反应就是好好吃啊。你们看这个菌子，摘起来真的特别有成就感。这里呢是我摘菌子的一个山头，你们看，茂茂密密的，其实树荫底下全部都是菌子。所有的可食用的、没有毒的菌子全部都在这里了。你看这些呢就是有毒的，你需要去爆炒、去处理的才能吃的一些比较珍贵一点的菌子。吃完菌菇汤之后呢，老板就给我们展示了他所有的复合弓，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复合弓箭的练习场，但是我玩的不太好，我也没有玩过复合弓。摘完菌子真的是又晒又累又饿，那现在呢，哥哥们说带我去吃傣族的手抓饭，这个我觉得跟泰国的有点相似，但是其实口味更加符合本地人的口味。对，因为泰国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的偏辣一点。那傣族的话呢，你可以叫它的味道可以调的不那么辣。那现在呢，我们窗外面呢是大理它沿路的一些小村庄，住宿可以住宿的价格比较便宜，环境呢也比较糟糕。我一般不会选择这些地方。嘿，你们看，这里就是傣族的手抓饭，里面呢，我觉得跟泰国的手抓饭其实有点像，但是口味呢更加符合我们本国人的口味，酸辣甜都有。那我自己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酸甜口的，所以这一顿我真的吃的好开心啊，好好吃啊！嗨，大家好，好久不见。其实我今天难得没有事情，不需要外出，所以想坐下来和大家聊聊天。因为我们不是去看可以租的一些院子嘛，我好像没跟大家说，我想在这做些生意，那打算租一些在大理的商用的铺子，但是找了很多天，才发现第一天的第一家是最好的。是吧？你发现很多时候，其实你第一个找的东西，第一个遇到的人，就是最合适你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哦，对我来说，不知道有没有对大家来说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看见第一个，哎，好像很符合心用，但是我还是再对比看看吧。这样，那寻寻觅觅，找来找去，发现哎，还是第一个最好。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那我就留守在院子这里休息，然后哥哥们就出去外面继续看其他院子了。但是老实话，还是第一天看的院子比较好，就各方面来说，我都觉得比较好。然后再跟大家说说这2天都玩了些什么吧。其实我觉得好开心啊，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认识了新朋友。然后，因为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更新过我的社交圈子了，而且我人比较挑剔，我很难去找到真的符合自己频率，我真的喜欢的朋友，而且我看人很准的。我认识你，我见了你一面，我和你聊下天，我和你吃了一次饭，我就大概能知道你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真的，我看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人很快，也很准，因为我是一个很观察、很细致的人。我觉得这算是我其中一个天赋吧。我观察真的很细致，会导致我会发现一些别人看不太到的点。比如，就是我会发现别人，嗯，需要些什么东西。比如他在寻找纸巾，那我会很快的就注意到，那我会给他递纸巾。然后这种细节，这种小行为，
就会导致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很温柔、很体贴的人。然后我就会因为我从小我就是这样，我很会看眼色，我很会观察别人，所以我从小就是这样。那我平时在家也是这样子，所以当有陌生的异性第一次和我说：“你好体贴啊，You're so considerate。”我下意识我是有点奇怪的，怎么？难道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吗？难道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的吗？只有我才这样子吗？而且我发现我的体贴是恰到好处的，不会给人很多负担。就是因为有人他的对人的体贴，他是会很激进的，很有压力的，在英文里面是给人感觉是很 aggressive 的那种感觉。嗯，甚至会有些刻意吧，就是会让你刻意的去感觉他是很体贴、很温柔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我不喜欢这样子。反正就是原来我是个很体贴的人啊，是吗？原来是这样子吗？可是我性格比较大大咧咧，你看我脸，大家看不到，只看到我半张，但是一般人看我的脸，就觉得我很可爱啊，很嗯甜啊，就是跟那种温柔的大姐姐可能沾不太了边。那所以会让我自己也比较惊讶，也可能会给人一些反差。其实我不确定我在大家的眼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在很多年前，只有在很多年前，我在一个约会的对象里面有听到他对我的评价是觉得我像只小野猫。就是我当时我我以为我就跟他在讨论嘛，我以为我像一个可爱的小狗或者啥的，然后他说不，你是只小猫，小野猫。我说哈，真的吗？我是这样子吗？很神奇，因为我不知道咋说，我觉得这跟我是 ADHD 有点关系，因为我需要多巴胺嘛。嗯，那我会去很热情、很热烈的去找你玩，和你贴贴，然后多巴胺分泌，我很愉快。OK，我满足，然后我就溜了，我就走了。这样子形容，我感觉好像确实是有些像小猫号，就是不会像狗狗那样一直和你贴贴，不会像狗狗那样一直和你贴贴，像小猫那样想过来和你贴贴，就过来给你撸，不愿意了它就走开。好神奇哦，好神奇哦！我要问一下，不，还是算了，我不想听，我还是不问了，不太想听。因为我其实你说我不会被别人影响吧，但是要是听到不爱听的怎么办？是不是？还是不要问了，咋样就咋样吧，你怎么想我就怎么想我吧。你觉得我像狗，狗觉得我像猫，像猫，无所谓。啊，对，说到认识新朋友，我的社交圈很少更新，我的朋友也比较少。对，然后我不是去看院子嘛，然后那个中介他就跟我说：“你多得给我介绍点客人啊，我觉得你朋友很多，我看你的朋友很多的样子。”因为我那天我不是，嗯，为了套路那个中介嘛，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看了院子，没有带哥哥去，哥哥在旁边等我。好像聊了有1个小时，然后哥哥们等不住了，说他们也来看。然后另外一个哥哥和他的朋友，就新朋友一起过来，一大群人，5、6个人，5、6、7、8个人一起过来。那个中介本来以为只有房东哥哥一个人，就看到一个人，后来谁知道那个拐角出现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那个中介笑死了，他说：“哇，集体出动，笑死我了，真的。”我想说，这些哥哥都是我童年，我出生开始就认识的哥哥们，我从来不把他们当朋友，我从来不把他们当朋友，所以是，哥哥他的一个带来的新朋友，会让我更新了一个社交圈，让我
很开心，和他一起玩很开心，因为我们全是同龄人。就虽然那个哥哥他是比我大很多，但是他认识这个朋友是跟我同龄，我觉得好惊喜哦。因为同龄人其实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讲，你知道吗？那些哥哥们咋说呢？我能听，我能懂，但是其实很无趣，知道吗？是有代沟的，跟自己比自己大那么多的哥哥们一起去聊，就是你只能坐着听，你完全是插不进嘴的，你就是一个旁听者，你缺少了那种参与感，然后你会放空，你会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无聊的。但是有一个朋友在和你一起互动，一起去参与，一起去聊天，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会真的很开心。然后昨天我们一起，然后本来就熟得很快，熟悉的非常快，我能看出来这个朋友就相处了大概有4、5天，每天都是10个小时那样子黏在一起，熟得很快，能看出来第一天还很拘谨，很陌生，说话不知道说啥。这样的，然后就慢慢的会开玩笑啊，会有肢体接触啊，嗯，对，就熟得很快，很开心。然后我们去爬了苍山嘛，喜马潭。说到喜马潭，我还以为是多壮观，说是成吉思汗在攻打大理这边的时候，在那个喜马潭上面洗马，所以叫喜马潭。那就登上去嘛，好像有4000米吧，4000零几这左右就爬上去，哇，大喘气，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么高，3900多4000零几米的高度，我站着不动没有问题，就OK，但是我还要爬山，要爬楼梯，爬山，我的天啊，我就一直大喘气，大喘气，真的很考验人心肺。我也不确定是我心肺还是因为我缺氧，我就一路上看着有人在那儿吸氧，一直在吸氧，一直在走，我就没有，因为我觉得反而是因为是我心跳的很厉害，是我在喘气，是那种运动喘气，也可能是因为缺氧吧，不确定，但是我没有吸氧，好棒棒，我再给自己鼓励一下，我好厉害哦！登上了喜马潭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就小池子，你知道吗？很小很小的一个池子，有点让人失望的那种感觉。漂亮是不漂亮的，老实说，对不起，对不起大理，对不起苍山，对不起苍山，不是故意说你坏话，确实那个池子非常的小。我说唯一值得看的风景就是从4000米的海拔往下看，整个大理，包括下关它的城区，整个洱海啊什么的，拍了很多照。就给那位哥哥和新朋友拍了很多照片，他们也很喜欢。没想到他们像个女生一样，超喜欢拍照的，好可爱。那我拍照技术也不差嘛，毕竟我自己也是拍视频为主业去干活、去过日子的，所以审美还是有一点的。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他们都很喜欢。想一想，他们现在去哪儿都要带着我给他们拍照的样子。应该我剪的视频里面有包括哥哥和新朋友，对，新朋友比较高，哥哥比较矮，不是我亲哥哥，是我亲哥哥的从小的玩伴，所以我们就一直认识了我从小就认识这一大帮的我亲哥哥的身边的好朋友，就全部都是我的哥哥。这2天就一直在跟他们一起玩，昨天去登了折磨山。我不知道会不会剪出来这个视频，我不知道是会分为一个视频还是2个视频，大家就看一下吧。我就现在和大家在这里口头说一下，我昨天去登了折磨山，也不是登了折磨山，我们是开汽车上去的，所以没有登山。但是那个路非常颠簸，真的非常颠簸。我在另外一段视频里面估计也讲了，就飞起来，整个人飞起来像过山车一样。我和我哥哥和新朋友3人坐在后排，简直了。他们俩坐在旁边，他们还有扶手可以拉着，我坐在中间。我小嘛，我体型小，我就坐中间，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只能这边抓住哥哥的腿。哦，本来是新朋友，不太好意思肢体接触来着，我就真的颠到没办法，我要整个人飞起来，我就想这样反手抓一下他的
衣服啥的，没有办法，我还是飞起来。我后来真的是，我只是整个手这样紧紧抓住他的这个手臂着，我紧紧的抓住，然后这边抓住哥哥的大腿，然后我整个人是这样蜷缩起来，这样子飞来飞去的，超搞笑。就我现在我可能这边抓新朋友这边太用力，我这边整个肌肉都有点酸痛，有点拉伤的感觉，很酸痛这儿。我整个人就贴在他身边，就固定住自己。天呐，很好玩，很刺激，确实很好玩。就可能有人觉得颠的受不了啊，要吐啥的，但是我很开心诶。但是如果可能接受不了颠簸啊啥的，很难受。那就看我们接下来的故事怎么发展吧。哦，对了，折磨山那儿的日落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它的山有一边有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草原平台，巨型的风车发力的那种风车，大风车。晚霞的时候，你一踏过那个风车，你就看到了一整片山峰城市，落日晚霞，还有远处一排排的风车，你会觉得啊，和好玩的朋友们在一起发疯。我觉得在那一刻，就那种时刻，说起来让人好感动啊！我觉得我会永远记住那种时刻，就是你的青春，你的时光，你的和朋友在一起的笑声，全部都定格在那儿，真的好开心。我觉得我会记住昨天在折磨山上的落日的那一刻，我估计也会在视频的前面或者后面给大家看到的，应该非常漂亮吧？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因为我在这儿在那儿，确实真的非常开心，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点赞、评论，给我多一些支持，这样我会更有动力的去制作更多的视频。因为我有看到评论区，大家说我的内容很有帮助，在 YouTube 上找不到，就很难找到同类型的内容。我知道，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我才做了这个频道，做了这些内容。我大言不惭地说一句吧，就对待中高等级的中文学习者，我的内容应该是独树一帜的。在 YouTube 频道上，在所有平台上吧，几乎面对的中文学习者，几乎都是面对基础的、初级的、中高级的学习者和小伙伴们，几乎就没有可以值得学习、值得输入的语料。我希望我可以助大家一臂之力去学习。好了，真的要说再见了，希望大家看得愉快，记得给我点赞关注哦，谢谢大家，下期再见。